我是7号。嗨，我是叶雅。我们都喜欢 cosplay。没有，这个好像只有他们两个喜欢，我们不喜欢。是第一个来我们节目，对，不得不称赞一下，他是上我们节目的，是不是第一个？我不敢保证，说不定有人吗？我想看，好像访谈系列没有对啊，超敬业的，谢谢你让我们更贴近 cosplay。真的，称一下，终于有 coser 了。那今天我们请到7号叶雅，是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关于台湾的 cosplay 文化。发现说蛮多观众其实不是台湾人，他可能是听得懂华语的人，例如说会有马来西亚人、香港人啊这样。我这一次去马来西亚，然后就发现蛮多人好奇说台湾有怎么样的场次，那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之后会做一集，然后是介绍一下说台湾有什么场次。因为有人问说，不知道台湾就是有什么禁忌之类的，但我一时也想不起来禁忌。对，然后我就只好回答说，就尽量不要在街上裸奔，应该还好。不要穿比基尼之类的。我说不要露3点。我先讲一下，就是先请那个7号叶雅先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对，来，沉默。然后我要cue他，因为听说他很沉默，所以没关系，我今天就来发问，我当观众。请问一下，你玩 cosplay 多久了？这个跟问年龄的问题一样。你可以说我去年才开始玩的。哦，我今年3岁吗？那我帮你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啊，不对，你们再说。他们其实就是玩 cosplay， 跟我跟小姚一样，算 CP 吧，就是固搭。对，应该说固搭吗？固搭还是 CP？算是吧，是吧？我有问题，有些人会介意，譬如说你自己的固搭会跟别人搭着，你们会介意吗？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占有欲。有些人就比较介意说固搭，然后就是跟别人搭的。好像真的是玩久了之后，我就会觉得真正的感情是不会散的。你去吧，你去了就会更想念我了，你就知道我的东西吃久了会腻耶。所以你对我腻了吗？你好吃，它痒了啾啾的，好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非常熟的一对。而且我们今天特别找他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呢，大家知道台湾有分成南部跟北部，就在南北。没有啦，你成南北啦。台中啊，台中是什么？不是你傻小了。然后我跟小姚，我们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北部，7号跟叶雅是在南部。那听说因为南北好像还是有点差距，这我是问他们的，我就说有吗？他们说好像有。你说 coser 的习性有差距 coser 啊，还有我有听说摄影师啊，然后还有场次的感觉。然后我想说，我们今天就干脆一口气跟大家分享，包括说台湾的场次啊，还有台湾甚至南北 cosplay 的一些文化。那先从场次开始好了。我怕你们不讲话，所以呢，因为我有注意到，之前我有时候自己录访谈会聊太嗨，就是大家听我讲，然后讲话我们都旁听。对，那个好听众。来宾只是被我请来当现场观众而已。那其实我现在决定要好好当一个主持人。今年2023年要立志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好，说我来一个主持棒，一个主持棒。谢谢你。我想要请问一下，如果我是身为一个外国人来台湾的话，那台湾有适合参加的场次吗？来，交给你。交给我。等一下，我想场次其实还蛮多种，它主要取向男性向或是女性向，然后也有一些成人场，然后或是一般就是你只是单纯想买书那种漫展。老师，身为一个圈外人，什么是男性向，什么是女性向？男性向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其实大部分都是给男生看，男生喜欢的。然后女性向就是包含很多啊，就是比如说你说 BL 的，或者是乙女向，这些都是属于女性向的。台湾的话就是女性向，是最大场就是 CLBT 嘛 ，CLBT 就是每年办3次嘛。8月，然后7、8月、12月跟2月，因为12月份跟8月份固定都会在台北场啊，都会在第2个礼拜的6日，所以私心推荐，如果想要来台湾参加 CWT 系列的话，应该就是台北或高雄，还是北场？台北场是最大的，最大场，因为可以到1天2000多摊，所以就是女性向想参加，其实首推就是 CLBT， 然后再最推荐其实就是8月那一场。我没有推荐外国人8月啊，对，没有来热，讲完啊，8月很热，可是问题是因为通常8月是最多人报的，其实8月是最多周边，对，还有台风，之前还有一年台风取消，对，因为台风，然后当天早上说取消，有我都去高雄，耶，到饭店了，然后看那个取消，主要是因为8月份很热，所以我自己
8月份人就最多，所以可能真的要很早就来排队，不然那个排的超长，你在外面可能会中暑。如果说是排会师的刊物，那没办法，你可能就只要第一天来排队，因为有一些大手会师，他可能如果不排队，不第一天来买就卖完了。如果是专门来看 coser 找 coser 的话，可以在推荐2、3点之后再来。哎，甚至可以来第2天。那你舒适度的话，我觉得12月应该是最舒服吧。因为有时候那个场地的关系，然后暑假场会很热，很臭，室内都很热，很臭。幸好现在戴口罩，然后最臭的是男性向的。哦，对 ，FF 讲出来了，讲出来了。是说男性向的，没有说什么。而且我觉得男性向场跟女性向场的氛围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一个是奶子，一个是哇18禁啊18。FF 感觉又更忙碌一点，他们比较 focus 在就是买东西这件事情上面。CWT 的话，就是通常大概到下午3、4点或者2、3点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会师们就是开始出动，然后就是大家就开始去交流啊，然后交换卡片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这两边的氛围有点不太一样，会哦。而且跟 coser 交流的亲密度好像也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如果是女性向的话，就比较会有一些可以亲密的互动。FM 好像比较少，就是多半都是可能一个爱心啊，或者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可能骑在身上。对，而且妹子她们多半都是。你们说的是大市场吧？只是坐在腿上而已。等一下，你现在说的是 CWT 还是大市场？所以 FF 跟 CWT 的互动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这几年有一个新的场次，就是说我们就叫大池场。所谓的大池就是大家穿的会 coser 会穿的比较轻，可能就只有贴胸贴啊那种，下面 OK 绷啊。基本上一定是3点不漏。现在据我所知，大概有2个主办，一个是 cosplay， 然后一个是 AGA。因为大池场我也没有参加过，所以等到之后我真的参加，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样。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所谓的同人场次。然后台湾其实也有像是电玩展跟漫博，可是那个感觉我自己觉得其实 coser 就很少会去的，它很像商摊，就是这就是电玩展嘛，然后去的都是一个一个摊位，然后都是大的电玩厂商，然后一样动漫展也是，可能去的都是什么大的一些出版商啊这样子，所以就比较不是那种同人贩售会的感觉。哦，台湾还有一种是 only 场，那所谓的 only 就是作品，看它什么主题啦。对对对，就是主题项，例如说可能最近 VTuber 很红，然后我们就有 VTuber 的 only 场，或者是大家有最近玩一个那个色色的手游。新世界狂欢，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个就是新世界狂欢的 only 场，就变成说你可能进去就只能 cos 它里面的角色，或者只能卖它的周边。但我是觉得 only 场蛮好玩，虽然人流可能没有一般的同人展售这么多，但是它会比较更聚众一点，所以去的话会更容易遇到同好。only 场之外，我觉得像 FF、CWT 啊、AGA 或者是 cosplay 啊，这4个活动他们都有他们的 FB 或官网，然后大家如果好奇时间的话，其实就直接上他们网站去看就可以。唯一我觉得比较难查的就是 only 场跟我们刚刚说的茶会，所谓茶会就他们2个就是很台湾知名的茶会主办。你们可以说一下茶会是什么吗？因为我之前跟我圈外的朋友说，我们要参加一个茶会，他们说你们一起喝茶，真的圈外的人会喝茶。那我们观众很多其实不是 cos 圈的人，茶会其实就只是类似就是像同乐会一样，那一起喝茶也是可以啦，可以啊。其实最早的时候在台湾的茶会就都是作者会师们在办。就是可能同号，然后聚起来，大家在那边看看本子，很文静的，就是坐在那边吃东西，看看本子，然后交流画画。这样不就只是个读书会的概念？对，就其实最早的茶会其实是这个样子，是这个形式。然后后来有一些就是主揪可能就跟 coser 比较好，然后所以他们会有时候会邀请 coser 来当 staff 这样子。然后是到近几年就是比较多变成是 coser 当主办，所以就会变成茶会渐渐的就是 coser 为主这样子。茶会的内容现在大概都是怎么样？其实就看我们会有一个主题或是一个作品，可能就是着重在就是表演啊、剧情啊，或者是一些大地游戏之类的，就是一些团康游戏这样子。可以跟来宾互动，就是来宾就会得到就是比如说主办这边准备的纪念品啊，然后也可以就是吃东西啊什么的这样子。那其实茶会的资讯要怎么得来？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追踪你的粉专，没有，我们会创立一个就是茶会的粉专。对啊，可是我要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茶会 ？coser step 先发，第一波先宣传，然后再来还有就是像波浪也是，就是可以宣传。所以茶会基本上我觉得随缘，就是你就多follow台湾的 coser。但我比较好奇是
说台湾，因为我刚刚最早有提到说南北差异嘛，你们觉得南部跟北部的 cos 文化会有差异吗？还是有差，因为像南部人真的是比较热情一点。怎么说？南部的场次没有台北这么多。南部最大的场的话，大概就是1年1次的 FFK， 那个大概是南部最大的场次，因为我记得也有很多北部的朋友会下来参加，然后还蛮有趣，就是他们很多北部下来的人，然后就会说，我来1天，然后我认识好多新朋友，南部人好热情哦，这样直接跑过来说，你出生我可以跟你合照吗？我可以加你 FB 吗？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都会很直接，就是这样，然后就是看你一个人落单在那边的话，他可能就是一群人就会跑过来，就是带着你一起走了这样。好酷哦！我觉得南部对新手还蛮友善。北部这样的话，应该你是怪人。对。因为我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吗？那你要出热门的东西。还有限制要出热门，冷门就会在那边吹风了吗？因为我很没有人要你。可是北部好像比较不会这样。不会，北部以前啊，我以前觉得北部有点冷漠。北部都是小圈圈。但也是可能因为北部 cos 可能比较多，所以你自然就会细胞分裂成可能这10个人比较好，这10个人比较好，这10个人多的关系。然后还有像南部的话，南部人很喜欢野餐。好失礼。在会场野餐吗？不是，因为南部很热他会找树荫，因为南部的场地关系，它主要就是公园，还有就是大草地。它的会场，我们白天地方可能是一栋，然后再来活动范围就是一片的草。我也不知道是近几年突然出现了，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很自发的带的就是野餐店，是真的野餐，真的野餐店，他们不一定真的会拿东西出来吃啦，是大家会在上面放行李。所以野餐不是真的，我以为是真的野餐店，然后主要是放行李。你就会在 FB 上面看到有人发说，我今天在哪个地方，然后我的垫子是长怎样，然后就是朋友们可以来我这里放行李这样。好酷。就是南部的就作品比较多吧，因为像北部就是常常一窝蜂，最近什么红就特别多，然后呢南部并不会看到说就是整场都是这样子，你还会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所以北部比较会跟风的感觉。对，可是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台北资源比较多。我之前有听说过南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只想问你们求证。南部是摄影多 cos 少，是有这回事？其实你有感觉应该都是摄影师偏少，可是我觉得南部摄影师慌的状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北部就是一直卡嘛，那种比较好的摄影师就是时间都被卡超久，就是半年以上这样。对。那南部有什么 cos 上的禁忌吗？我觉得南部相较北部来说自由很多。北部有禁忌吗？北部没有吧？北部以前不是说什么不能穿扣服上街？对，可是南部就很自由，这部分真的比较不会被。现在没有了啦。就我的观念比较单纯，就是没有以前好严重，就是只要穿扣服在外面走，就会被骂翻。比如说像是大家不是之前会讨论说捷运站到底可不可以换移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如果是在北部，光是被拿出来讨论就会被骂爆。可是南部是就是他们是真的会认真的说，我想要在那里换装这样子，甚至会有人跟他说可以啊，不影响别人就好。对，你讲到重点了，我觉得今天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不影响别人，不要妨碍风化。那我觉得妨碍风化的标准，大概大家都知道吧？对，所以其实不管是哪边，应该都是一样的。但台湾我觉得整体来讲，相对还是蛮温和的，蛮自由的。我觉得越来越自由了。对，因为像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我觉得日本就很严格，在路上不会看到。那个是有法律规定。对，然后你去场次，他们也规定的非常严格，你要进去之后才能够换装，且他的换装不是说你想 cos 就可以 cos，只是你要抽签。对，就是你要抽到那个更衣室的入场证。你有抽到更衣室才可以。如果你连摆摊的摊主也要抽，所以你摆摊不见得你就是可以 cos。目前的感觉，日本是我去过的场次里面最严谨的。那今天分享很多，就也希望说多少帮助到如果想要来台湾玩的朋友，也欢迎你们。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针对那些留言呢，然后其实我都会认真的看，然后一个一个亲自回复。我尽量我知道的话呢，我就会帮你们回复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追踪一下7号跟叶芽的 FB。你们现在还有在办茶会吗？疫情的关系比较没有。你有疫情结束了，今年没有，今年要开始活跃了。跟口罩解封再说吧。期待。最后一个问题，来台湾 cosplay 要戴口罩吗？现在是不用。现在你看台湾人都不知道。不是现在外面不用，但是室内其实是要。还有公共交通啦，医院、学校跟大众运输还没有。那 cos 的时候呢？如果在场次里，应该是可以不要，还是把这个就是交给主办单位自己决定。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如果到时候来的时候也是现场看一下好了，大家好像很 freestyle， 那你就自己想戴不戴，你想要再保护自己也就戴。戴着比较帅啊，颜值比较高。好了，那今天谢谢7号
喵跟叶雅。那喜欢我的频道呢，要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太久了吧？